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宇宙王者的待遇真差，整个都变瘦了呀！本期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《Robo 魂：可怜泰莎 U》登场于作品《可怜泰莎 U》，叙述佛列德新的王子驾驶守护神迫降到地球并失去了记忆，借由遇到无敌铁金刚驾驶与他的好朋友们，除了回想起记忆，更决定起身一起对抗前来侵略的外星势力。本作是原版可怜泰莎的重制版啦，因此剧情架构也是以原版的基底去改编。但是因为那个剧情实在太过狗血啦，评价算是2级，理论上应该是会有第2季啦，大概啦。可怜泰莎，佛列德星球的守护神，与原版只有主角能开不一样，新版的只要有限定的特殊能力就能够启动它。本身的战力相当强大，是本作战力天花板的存在哦，并且会因为驾驶的情绪波动影响整体战力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暴走，而且失去控制，变成无差别的杀戮破坏神哦。Robo 魂系列当然不会很高啦，头顶高大概就只有15公分。Robo 魂系列当然不会很重啦，纯塑胶又小只又非常的轻，只有这么重。对照原设定，这次 U 版整个身形变得超级修长啊。本款与原设定的差异度并不会太大，但是宇宙王者变得那么瘦，我个人说实在并没有很喜欢。虽然原作里面的战力表现非常的强哦，但是那个外形真的太没有力量感啦。整只有涂装的地方，应该就只有头上的4只脚，还有双眼，以及2边的肩膀回旋镖，其他全部都是塑胶成型色，因此就外观来看，是蛮焦的啦。身形是最大的变更点，但同时也是争议点，实在太过纤细啦。原作里登场的无敌铁金刚虽然也相对身形有做修整，但至少还是印象中那朴实却充满力量感的样子。这次或许是要强调是外星产物啦，所以外形风格也就要与地球的机器人有所区别，但还是太瘦啦。颈部只有提供单方向的可动，头部转动无碍，但是无法左右倾倒。为了后面出的飞碟，所以头的后侧可以掀开哦，配合脖子就可以把头抬得很高，但很突兀。身体是3节式，整体的活动度不小，不过腰部本身水平转动会有所限度。另外外形的结构并没有太过缜密哦，所以那个大幅度转动的时候还是会有穿帮。手臂转动没问题，连接点是球形关节，所以可以有限度的调整。根部有向前拉伸的关节，可是那个水平抬举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，整体幅度不到90度，而且明显太低啦。上臂可以转动，但有一点紧。手臂弯曲是双关节，但是因为外形的干涉，所以虽然能够超过90度，可是还是比预期的小啊。有附属3吨的替换手收。髋关节根部有下拉设计，大腿往斜前方抬举的话，可以轻易超过90度。水平抬举够高，但不到90度。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弯曲幅度还行，脚掌可以转动。下拉之后可以提升接地范围，但仅止堪用。另外，为了之后要与飞碟合体啦，所以有小腿把大腿收起来的机构哦。怎么说呢？之前 SMP 版被骂爆的肩膀关节 ，Robo 魂版竟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2个产线的负责团队是对这个作品很有意见吗？感觉超级不用心呢。可怜泰莎多样化的拳技，除了直接飞出去的泰莎飞拳，随着剑刺的转动，还可以重现螺旋飞拳。剑刺全部转到前面之后，就可以重现螺旋粉碎飞拳啦。肩膀回旋镖可以直接拆下来哦，单纯就是回旋镖。有银色的涂装啦。战神钉当然是用替换键啦，有附属2根把手可以替换，另外2把合并的战神双钉也可以重现。至于其他的武装，基本上都是会喷出去的，本款当然不会有什么互动配件啦。与超合金魂 DC 版相比，DC 版的外形是还原原始造型哦，所以对比近年的审美来说，已经是比较偏瘦的啦。但是本款却又更瘦一层肉，少了很多肉，我没有很喜欢。与千之恋版相比，千之恋虽然是魔改风格，但也还不是直接大破大立的那种。
因此只是比较贴近近代的审美。不过壮硕的感觉是真的很棒哦，充满力量的宇宙王者不好吗？与 DH 合金版相比 ，DH 合金算是另一种方向的魔改，但是这款的最大卖点是真的可以转动的飞拳，因此严格来说要被归类在电器玩具上啦。外形上也是比较偏向修长的感觉，可是并没有本款那么的修长啊。魔神三部曲里面，我个人最爱的就是克连泰莎啦。常常在抱怨说铁金刚跟大魔神都有很强大的后继机，唯独我们宇宙王者还是只能爆飞碟。当初重置动画版我是相当期待的哦，可是过度狗血的剧情以及太过强调文戏了，武戏的篇幅明显不够多，表现也不够优秀。整体而言，我个人是非常失望啊。目前两款克连泰莎 U 的商品化玩具 SMP 以及本款 Robo 魂表现都不是很到位。虽然新版的克连泰莎依然重点是那个飞碟，不过本体的设计真的可以加强的地方实在太多啦。没有错，我就是在讲那个布局的水平抬举关节啦。克连泰莎肩膀的造型那么简单，都可以做到幅度低下成这样，很明显感受到制作组的恶意还有不用心啦。总之，之前看 SMP 版那么惨，想说 Robo 魂版是以把玩为中心，应该表现会好很多，但并没有，还是很马虎啊，完全就是单纯的敲盘子商品。然后两款的飞碟我都还有订哦，哭啊！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